王律师，如果我不接受任何调解，官司继续打下去，赢的可能有多大？完全没有可能。如果你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官司，那我建议你们考虑换一个律师团队吧。我的意见是，我不接受任何的调解，官司打到底。王律师，你要辞职随时走。这是你们共同的意见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的工作就结束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王律师，你先坐，我们还没做决定。我要提醒一下二位，洛菲斯这一期的投资款还没有按时打过来呢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洛菲斯希望能够调解，对于你们继续打官司没有信心。那可是李奔腾那5000万已经到了还款日期了呀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慎重地考虑一下李总的建议。不好意思，各位。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啊。我支持老大的看法，主要是基于2点。第一点呢，魔晶是老大创造的，我们得尊重他的看法，起码得讲义气啊。第二点，一旦我们开始收费，我们的用户量就会流失。捷讯现在已经全面升级了，他们的图像传输和音乐传输做得比我们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罗维不是被捷讯挖走了吗？主持他们那个研发中心。他之前给我打电话，想请我过去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他们拥有咱们的全部技术。郭新年，你不能老这样啊！一生气就走。你是老大，大家等你回去拿主意。我拿主意，你们听吗？不是我们不听，但你也不能太固执。上次李奔腾那5000万，几乎是最后1分钟才送到的。你不可能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吧？大家跟着你是想来发财的，不是担惊受怕的。你总是这样，谁还敢支持你啊？我习惯了。这么说，连你也不支持我了？说实话，于情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。但于理，你做的确实不对，我就不能支持你。又是于情又是于理的，那以后就不要让我再拿主意。
李总，魔晶不接受收费。什么叫不接受？为什么不接受？为什么？你现在胆儿挺肥啊，主意挺多呀。你经过我允许了吗？就发表意见？你嘴没把门的是吧？你一路没完没了的，你还有完吗？我没完。你是中学生吗？你今天连讲义气这种话你都说了？讲义气怎么了？我就是不愿意在之前那公司写程序，我才出来创业的。你一天天就光想着买房子有什么意义吗？不就回来睡个觉吗？有意义吗？有意义。你娶老婆养孩子不花钱啊？你就天天写你那破程序有意义？等着官司一打完，魔晶一下架，你还让我回去卖坚果啊？下架了我就再写个新的。你说的简单，你是不管财务，你再让我拿钱我可没有了。我这天天当的都什么股东？我一天天跟活在刀尖上似的，弄点钱也就眼睛看着快活了。你没光眼睛快活，你还吃了2天呢。废话，吃着我直拉稀。反正我是没钱了，我钱都还我妈了。你就认钱。你说谁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借你10个胆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就认钱。我刚跟你好的时候，你有钱吗？啊？你就是一穷光蛋！你，我是骗我妈说咱俩结婚，我才把这钱拿出来给你搞软件的。我图什么呀我？你明知道这官司要输，你还往上冲！我跟你没法讲理。你敢扒了我？你摔谁电脑呢？我摔你电脑呢！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这光顾着吵架，补丁还没写呢，不干活了。陆哥，你行，你就跟他过一辈子吧你，你别往回。
你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明白。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，动用多少关系，我从来没有这么低声下气过。你就是一个狗屁不懂、盲目自大的王八蛋。对，王八蛋。魔晶一旦收费，我们的竞争力就完全丧失了。短时间来看，我们可以有一些收益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我们没有任何前途。你别跟我谈前途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生存，只有先生存下来，才有资格谈别的。魔晶现在用户几千万，收费之后顶多流失1/3，这个软件的粘合度还是挺高的。这个不是粘合度，这是习惯。坏印象一旦造成，我们就没有余地了。用户心里不舒服，暂时不会卸载我们。一旦有替代者出现，我们第一个被淘汰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缓冲，得用时间换取空间。拿绳子慢慢勒死和一枪打死有什么区别啊？不都是死吗？你可以让收费变得物有所值，甚至物超所值啊！我们可以增添功能嘛，比方说，开发交友功能，好啊；开发游戏，好啊；做商务推广，太好了！我一直想做技术延伸。咱们俩还是能谈到一块儿去的嘛，还是能够透过服务把用户赢回来的，对吗？行，那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讨论收费项目跟收费标准。李总，你说的我都同意，收费不行。你能不能听听别人的看法？魔晶是我的。洋洋，别生气了。起床了。洋洋。现在外头几十个大大小小山寨语音软件，他们还不成气候，他们在观望。那是因为魔晶现在用户量最大，技术最成熟。但凡你有个闪失，他们就会像狼群一样一拥而上，把你活活分尸了。到时候没有人记得魔晶是你的。好，我们就算这次妥协了，我们收费了，那其他的山寨软件他们还会免费的呀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先跟运营商达成和解，然后寻求合作的可能。只要能跟运营商合作，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。到时候谁敢免费就灭谁。就像现在他们联合起来灭我一样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建立联合战线在商业里面很重要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李总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妥协的。就你这个脾气，3年之内都不要3年，1年你就要破产，你当不成乔布斯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乔布斯性格偏执，但是这个哥们儿懂得怎么样把自己的性格缺陷当成商品卖出去。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把生意做成这个份上的？你在用什么电子商品的时候，会把这个电子商品跟自己人生的情感体验连接在一起？只有苹果。这不是靠运气，也不是靠蒙来的，这是靠实实在在的媒体推广、公众形象、用户体验，扎扎实实积累出来的。其实他挺贼的，他是个大滑头，但是你呢？你太刚强，太耿直，太黑白分明了，你不会成为一个好商人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呀？因为我贱，你非得我夸你是吗？
因为互联网确实需要新东西，需要理想主义，需要坚持。但是如果这些特质没有办法转化成商品的话，一切都是狗屁。这件事情是不是没得聊了？李总，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你，但是收费免谈。李总，慢走。郭新年真是太固执了，李总的话也听不进去。那我们也得耐心的说服他。喂，卢卡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们都来了。都赖我！我昨天晚上，我不应该把他留在房，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。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早知道我昨天就回去找他了。你见到卢卡了吗？他们不让我见他，把他关起来了。怎么办啊，老大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亲爱的，我们想办法啊。喂，你好，郭总，怎么样？最近挺好的。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是吓不住我的。我现在就在警察局，我随时可以报案。郭总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喊卢卡？卢卡是个老实人，你有本事冲我来行吗？郭总，请问你卢卡是谁呀？别在这跟我装怂蛋行吗？敢做就敢当。同志，安静一点。郭总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个地址，咱们见面好好聊聊。好，麻烦你记一下。是不是很麻烦呢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这世界上哪有谈不拢的买卖？哪有说服不了的人呢？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我再跟您说一遍，这件事情咱是说好的，您不许管，也不许问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儿子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又是我一辈子的兄弟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我这心里头不踏实。我再叫您一声大哥。我从小跟您长大，我这条命是您给的，咱俩又不是小女孩儿，别说人话。老天爷让我活到这个岁数，给足了面子，得知足。大哥，我要是得了好死啊，阎王爷都不答应。
东西带来了吗？小蝶的事是你干的吧？也是你把小蝶送到卢卡的床上的，对吗？你他妈混蛋！你要是个爷们儿，你就敢做敢当。我告诉你，小蝶没死呢，正在医院里抢救呢。她还很年轻，生命力很顽强。等她抢救过来，睁开眼睛的那一天，你干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大白于天下。所以我劝你自首吧。啊？不敢呐！我真他妈瞧不起你，你干脆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得了。天真，埋谁还不知道呢。你做电脑软件是行家，我干这一行是专家。别跟我废话了，说正事儿。你叫我来这儿，咱们的事儿怎么了啊？2点：一，把硬盘和名单给我；二，我加条件了，你与杰勋的官司必须败诉，你的魔晶关门，关门才能大吉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？卢卡的事我给你摆平。怎么摆平？找个人自首啊！你这个要是给足了，定岗的人有的是。过新年，这就对了。你很识时务，要不然这次是卢卡，下次就不知道是谁了。这么年轻没劲儿啊，还得练。我提醒你，下次动手之前，一定想好了后果。各位，把手头工作都放一放，停一停，没有什么不能放的。咱们大伙儿在一起工作也挺长时间了，网络电话的雏形也已经做出来了。我相信，
老板的意见、运营商的意见，大家也一定都知道了。那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！按老板的意思走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大伙商量出来的。按老板的意思走，其实就是什么也不干的。这是大家伙的意见吗？拿着高薪，每天在这儿混吃等天黑，这是你们大家的共识吗？老板的意见是继续研发捷讯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移动通讯网络是有上限的，也就是说，咱们研发的网络电话根本就用不上。那我看，咱们干脆也别叫什么研发中心了，咱们不如干脆叫做捷讯售后服务站吧。那我想说的是，有谁真的打算按照老板说的继续深化研发捷讯？告诉我，来，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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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嚯，哈哈哈！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如果告诉你们，我打算不干了，我打算现在出去，再扯上大旗，重新开始创业，你们谁愿意跟我走？我打算出去，去做点真正有价值的事情，去做一件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产品，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你别老跟我讲法律程序。卢卡没犯法，我就问你，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他有没有犯法，不是你认定的。你别以为我不懂，我看过侦探小说，这就是明摆的栽赃陷害，绝对不是卢卡干的。你要有证据，你可以去跟警察说啊。我说了，没有人听我的。那好，现在警察是不是也没有卢卡犯罪的证据？按照规定，是不是48小时以后得放人？你根本就不懂法，你连办案程序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在问你呀，你不是律师吗？你冲我嚷嚷干什么呀？那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你跟我说怎么办？你冷静点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张律师。他要再这样，我没法干了。张律师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你不要生气。这样，您跟我说，公安方面现在怎么说？警察说，凶器是一个威士忌酒瓶，就是用这个酒瓶击打了受害者的后脑。酒瓶上有卢卡的指纹，你们可以看看。我投资过这么多项目，这回是最雷的。事儿一个接一个，不闹出人命不策反。你就别跟着起哄了。张律师，您接着说。现在证据链比较完整。什么证据链？卢卡血液中酒精含量很高，受害者以前从事过色情交易。当天晚上，卢卡和他的未婚妻又吵过架。等会儿，你是说，卢卡那天晚上喝醉了酒，跟他的未婚妻吵个架，然后因为赌气叫了小姐，然后失手打了她，是吗？目前看就是这样。胡说八道！郭新民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你？
张律师，要不然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吧。谢谢您啊，这案子麻烦您还得费心，我们再商量商量。那好吧。我希望你最好冷静一点，这样对办案有好处。张律师这边请。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在研发是没有工资的，但是，我会让你们每个人都有股份。我们边研发，我边去融资。虽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保障的，但我们有的是希望。我们将是拥有未来的人。谁愿意跟我走？还是举手。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可是刚才我看，有人一直也没举手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既不想按照老板的意思做，也不想跟我走，想干什么呢？想辞职吗？能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方，我可以去。可是这拖家带口的，没有收入，这回去怎么交代啊？这不是谁也都能做疯子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说句题外话，今天苹果商店打了3个电话催补丁包的事儿，怎么办？让他们等着。人我见了，放心，卢卡不会有事的。东西给他们了？给了。他们怎么说？只要我们败诉，就会有人去自首。不是说硬盘给他们这事儿就完了吗？人家抬高价码了，他们要让魔晶关门大吉。那怎么办？不用担心。我宁愿失去魔晶，也不会失去我兄弟的。
报，都是关于风力发电的，你看一下。你在这等我。老金总身体还好吧？我上次到香港，本来想去看望他。兰兰，倒咖啡。结果被挡驾了。我还在想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做得有些不到位？没有。我真是没想到，金总现在对捷讯这么重视。您去那次家里有点事儿，忙得厉害。我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太好，他说了，等您下次去，在半岛酒店宴请您一下，算是赔个罪。好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和三大运营商联合做了一个研发中心，这不，为了表示重视，3位老总今天和我一起来给您送这份材料。哦，3位老总能来，洛菲斯是蓬荜生辉啊！怎么？你们把湖油公司的罗维也吸收进来了？英雄不问出处，罗维有互联网开发的经验，我请他来做研发中心的负责人。好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你们原来都是竞争者，现在能团结一心推动新技术，有这份心胸，一定能成大事。哦，何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一会儿还有个会。行了，人我们也来了，态我们也表了，不好意思，彭总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好，好。那来送送金总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。
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有你陪着我，来完成我的梦，迎接晴时嘲笑的苦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